有一个人同时在打两场别人认为太超前、太荒唐的仗，一个是在城市地下打洞，试图解决地面交通永远解不开的塞车难题；另一个是在人类的脑袋里植入一个晶片，试图让四肢无法动的人用意念控制电脑。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两件事的共同点是听起来太科幻，不像是真的。但2026年，拉斯维加斯的地下已经有超过10英里的运营隧道。Neuralink 已经在超过12个人的脑袋里装了晶片，这是马斯克帝国边缘最远的2个压柱。这集我们要看帝国里成熟度最低，但同样是马斯克全力压住的2个公司。The Boring Company 与 Neuralink 都不像 Tesla 或 SpaceX 那样有清晰的商业逻辑可以推估，但他们体现了马斯克做事方式里最独特的一个特质，他对打造未来基建的执着。不是解决今天的问题，而是搭起让未来成为可能的底层架构。2016年的某一天，马斯克在 Los Angeles 的一段塞车里待了很久。他发了一条推文：交通让我疯掉，要来建个地下隧道机器了。几个月后 ，The Boring Company 成立了。传统地下隧道的建设成本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在美国，每英里地铁隧道的造价通常在10亿美元以上。马斯克的目标是把这个成本压低10倍，甚至更多。靠更小直径的隧道，只让 Tesla 通过，不需要火车尺寸。靠更快的开挖速度，研发更快的进动机 Prufrock。靠更少的人工，全面自动化。第一个商业化专案就是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地下的小型运输系统 Vegas Loop。它的逻辑很简单。Tesla 在地下隧道里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点对点移动，把与会者从停车场送到会议室。没有复杂的轨道，没有复杂的站台，就是地下的 Tesla 接送车队。2026年 Vegas Loop 已经有超过10英里的隧道挖好，4英里处于运营状态。在2026年3月的建筑业展览会 ConExpo 期间，系统单次活动运送了82000名乘客。这是他迄今为止运力的最大压力测试，顺利通过。2026年第一季 ，Vegas Loop 开始试运机场接送服务，让乘客可以从拉斯维加斯大道的酒店站直接搭到 Harry Reid 机场。Clark County 已经核准了68英里的隧道与104个站点，全部完工后，尖峰运力预计达到每小时9万人。整套系统的完工时间大约在2028到2029年，但延伸并不是没有阻力的。UNLV 校方就拒绝了在校内设站的请求。比起10年前地下交通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能推动的状态 ，Vegas 已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样本，这也是 Boring 试图复制到其他城市的范本。Neuralink 在2016年成立，最初几乎是秘密进行的。它的目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极难，在人脑的运动皮层区域植入一个硬币大小的装置，读取神经元的电讯号，并转换成电脑指令。这个想法本质上是要建立一条从大脑到电脑的直接数据通道。技术挑战有2层，第一层是物理的，大脑是个会动的器官，植入的电极在使用几个月后，可能因为脑组织的自然移动而偏位，导致读取品质下降。Neuralink 的第一代植入，在第一批受试者身上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部分电极的位置偏移，影响了讯号品质。第2层是法规的，在人体上做脑部手术 ，FDA 的审查标准极为严格。Neuralink 在2023年才拿到 FDA 的人体试验批准，进展比马斯克原先预期的晚了很多年。截至2026年初 ，Neuralink 已在超过12位受试者身上完成了植入手术，分布在美国、加拿大以及英国。全球累计纳入临床试验的人数已经超过20位。2024年1月 ，Nolan Arbol 成为 Neuralink 第一位完成植入手术的受试者。他在2016年因为一场潜水意外，造成脖子以下无法动，8年没办法移动手脚。植入 N1 晶片后，他可以用意念控制荧幕上的滑鼠游标，移动、点击、选取。他在影片里展示了自己用意念在网络上下西洋棋、玩电玩游戏、阅读文章、安排行程。他每天大约使用 Neuralink 装置10小时。他自己说 ，Neuralink 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这是 Neuralink 目前最具说服力的一张名片。它已经让一个真实的人找回了部分与世界互动的能力，但技术仍在早期。Arbol 的电极在使用几个月后，有部分出现组织反应，导致讯号衰退。
Neuralink 持续调整演算法，试图弥补这个问题。2026年 ，Neuralink 也宣布将与 Cleveland Clinic 在 UAE 阿联酋合作启动 Blind Sight 视觉恢复装置的首批人体试验，一个试图透过直接刺激视觉皮层，让完全失明的人重新感知影像的装置。Boring 与 Neuralink 在帝国里的地位跟 Tesla、SpaceX 不一样，他们不是现金流的提供者，也还没有清晰的盈利路径，但他们享受了帝国的支援。Boring 的开挖机材料研发借鉴了 SpaceX 在高压材料、热处理方面的工程积累。Tesla 的自动化制造思路被 Boring 用在隧道施工装置的模组化设计上。Neuralink 的晶片封装借鉴了 Tesla 在瞪几元件微型化方面的量产经验。最关键的是 XAI 算力。Neuralink 的讯号解码模型需要大量的机器学习训练，而帝国的算力资源让这个训练周期大幅缩短。两家公司在帝国里的角色，从帝国拿了材料、制造、算力，供应给帝国的是两个让帝国有理由宣称我们在打造人类文明基建的标志性押注。他们是帝国的超远期期权，成本确定，回报未知，但他们的存在让整个帝国的故事远比一家普通企业更大。Boring 与 Neuralink 是理解马斯克的关键。大多数创业者在有了 Tesla 与 SpaceX 之后，会选择收手专注。马斯克的逻辑完全相反，他把更多的分公司解读为更多的相互支援、相互试验的可能性。这个逻辑在帝国资源充裕的时候是天才，每家公司都在互相借材料、借工程师、借算力、借经验。但它也有一个前提，这些公司的试验不能全部在同一时间烧钱，也不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全都缺乏马斯克本人的注意力。Boring 现在相对进入了一个可以自己运转的商业节奏。Vegas Loop 在赚钱，延伸有路径。Neuralink 还在深度烧钱的阶段，每一位受试者的植入、追踪都是庞大的研发成本。马斯克的注意力永远是帝国最稀缺的资源。Tesla 是制造试验场 ，SpaceX 是护城河 ，Starlink 是现金流引擎 ，XAI 是 AI 镀鑄 ，X 是言论武器。Boring 与 Neuralink 是帝国的超远期期权。两个告诉我们，马斯克对未来基建的执着已经延伸到城市的地下以及人类的大脑。这两个压注是帝国最远的边界，从车轮、火箭、卫星、AI、齿轮到城市底下到人脑，这是一个没有设定边界的帝国。但每一个没有边界的系统，最后都会在某个地方撞墙。下一集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我们要问一个所有人都避开的问题：这个帝国有没有可能倒下？它的弱点藏在哪里？记得按赞追踪，我们下周见。